欢迎收看关键时刻。在这次的伊朗战事里，我们常常说中国完全躲了起来，中国完全没有帮忙。但是今天你看到这一篇，路透社说没有哦，中国帮了非常多的忙。他不仅出人出力，还出钱。这一篇报道里面跟我们讲什么？他说，原来在1年多前，这个所谓中国就已经把晶片设备运到了伊朗去。不单只是如此，人才专家也全都过去了。但是今天中国这个举动，会不会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呢？为什么会这样讲？有发现吗？最近中国的人才离奇的消失或离奇的死亡，而现在难道他们被炸死在伊朗吗？而现在这种中国人才消失跟不见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你看到今天有一个讣告震惊了全中国，这是非常有名的中共航空发动机领域的专家，甚至是西北工业大学的教授，叫做严宏。严宏有多重要？他是歼20之父杨伟的战友，歼20的心脏，就所谓的发动机，就是严宏所研发、所开发出来的。但他今天却离奇死亡，他只有57岁，而且在这一篇讣告里面，他根本没有跟大家讲他生了什么病，他到底病了多久，完完全全没有，真的也非常怪现象。所以世宏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中共的这些专家，这一些这种军工产业的这种巨擘，他消失了，他死亡了。现在的中国内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对，没错，实际上这一次中国呢，在美伊战争里面来说是损失惨重。为什么损失惨重呢？第一个，现在他们不是很多人到这个伊朗前线去支援吗？有传言说美军炸了炸弹，里面来说炸死了非常多中国的专家。对，现在有人说什么？有中芯半导体的这个员工啊，那也有人说什么有中国的飞弹专家啊，然后也有中国的什么雷达专家一大堆。我们之前讲到，最近不是消失很多专家？对，你说搞不好是在那边被炸死的。真的假的？对，那好，那在这个局面之下，突然之间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中国非常有名的航空领域的非常著名的专家，是中国西北大学的这个动力与能源学院的教授叫严宏，他突然之间发了一个讣文，他不幸的过世了。那到这个讣文里面来讲的话，他就讲他的这个过往的这个状况。那至于说他为什么过世，病了多久，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时候，他都没有讲得非常清楚，他就只有说他就因病医治无效，就这样过世的一个状况。好，那你讲说，那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呢？我们知道西北大学事实上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这个发展他们发动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军工产业非常重要的大学。没错，那他担任的是什么？他担任的是陕西省的航空发动机的内里面的流体力学的重点研究室的主任。然后这个内流的这个动力学就决定了战机在高超速飞行的时候的心脏是不是会突然熄火。这是歼20能不能真正实现高速巡航的非常重要的核心。对，也就是说歼20简单来说，歼20的动力跟它的心脏核心就是靠它，就他现在不幸的往生了。那不幸往生，大家觉得说这个时间点很奇怪，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我们知道歼20之父叫杨伟嘛，对，杨伟前一阵子不是说他也消失在空中，他就落马不见了。对，那现在他这个所谓严宏又过世，会让他觉得说，很奇怪，这一系列的这个，我们就说发生一件事是巧合，在那么多事情同时发生。就不是巧合，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状况在发生呢？所以我才说，现在中国有非常多怪事在发生。而且这个怪事是什么？我们看到路透社这报道，我们才有点毛骨悚然的味道。哦，原来中国已经帮忙伊朗把这晶片设备、人才全部都直接堆到了伊朗这里去哦，对，没错，已经送了哦。但是我还是在讲一件事情，现在对于中国来说，为什么人才啊、专家啊离奇的消失啊、死亡？对，难道真的在伊朗赔了夫人又折兵吗？对，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为什么这样说？你看，他就说了，中国最大的晶片公司叫 SMIC， 就是这个中芯半导体。对，他有帮伊朗。为什么帮伊朗？因为我们知道说，市场你也知道，伊朗的无人机或是伊朗很多飞弹，对，他们需要一些导航晶片。对，请问你这个导航晶片从哪里来？那你要发展很多军工产业，那些晶片从哪里来？对，就听说就是 SMIC， 就是这个中芯半导体去帮他。那中芯半导体大概在1年之前就开始对伊朗运送工具，而且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些行动已经停止了。对，所以简单来说了，他可能把一些所谓的相关的做晶片的，搞不好帮他们设立一个简单的晶片的生产线在那边，然后让你无限制的生。所以为什么？而且还有什么？我今天我派人过去，对，我手把手教你。对，所以为什么有人就说炸掉东西的时候，炸掉那个兵工厂里面说，搞不好炸了很多就是中国中芯的员工嘛，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前一阵子美国不是
就说嘛，我们要摧毁伊朗的工厂。对，伊朗工厂里面搞不好就有中国的人士在那个地方嘛，哈。那他就讲，有这些工具已经提供给伊朗的军工体系，可以用来做任何需要晶片的这个电子产品。然后他就说，这些工具是不是源自美国？如果源自美国的话，就可能违反了美国制裁相关的规定。而且里面讲非常明白，是路透社说，第一个，中芯的晶片确定是有到那边，是的，甚至你的这个晶片的设备有确定，还有什么？最关键是什么？技术人员。对，你真的有派人过去啊？人去哪了？对，人不见了。对，啊，所以我就说嘛，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嘛，对。好，我跟他讲，实际上这真的中芯违反了非常多规定。第一个，晶片哦，它基本上就是因为美国是说不能够卖给伊朗的哦，你做了这样一件事。再来呢，你有技术人员，然后你还有设备来说，很多设备来说，过去可能是美国的设备，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那人家因为什么？因为中芯现在只能够生产所谓 N+2，就是7奈米加上2，这个2，就是说原本是从原本的10奈米到7奈米到5奈米，目前为止它只能够做这样一件事。对，那我跟他讲。那到底对中芯有没有造成影响？你看到中芯的财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去年第一季的毛利，我们看毛利就好，22.5%，然后第二季来说就20.4%，然后第三季来说的话是22%，所以它毛利大概是22到23之间是稳定。可是第四季呢，居然掉到19.2，掉到19.2。好，对。那我就讲，因为它产业跟我们晶圆代工台积电一样，台积电前几季大概是60%，到第三季、第四季来到63%，所以照理说第四季要扬升，但它反而下降了。所以就有人就说有几个猜测嘛，第一个他帮中国华为生产一些高阶晶片花太多钱，另外可能性是不是去资助伊朗？也让它导致它整个毛利率有出现下滑的一个局面。而且为什么说是帮伊朗？这一句话是最关键的。他说双方的合作几乎肯定包括中芯国际半导体技术的技术培训。是没错，培训就是什么？我刚刚讲手把手教你，我一个教你。这个已经被抓到了，对，所以才会有人员到那个地方去嘛，对。那至于伊朗怎么拿到这些设备，因为你要盖晶圆厂，你要有设备，对，设备来说应该就是中国给的，对。所以我给你设备，我给你人，我还给你钱嘞。对，除了刚才路透社的报道之外，美国的大西洋的理事的这个智库里面，他又弄了一篇文章，从无人机到火箭燃料，中国和俄罗斯透过供应链帮助伊朗。对，这写的这个文章里面都写得非常清楚。我们就跟他讲。他们就说，他们普丁和习近平都不会真正介入伊朗问题，但这种推测都误解了规避核心的这个轴心啊，规避轴心是指被美国这个制裁之后，他们联合起来这个规避西方的这个限制，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所以等于说他们都是被美国制裁，所以美国跟俄罗斯就会来帮伊朗，这样叫做规避轴心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跟他讲为什么这样说？他有一个文章，有一个表格，好，这个表格是什么呢？这个蓝色的这条线是这个电池哦，那这个比较粉红色的这条线叫做 semiconductor， 也就是说是这个半导体。你看啊，这就是中国输往伊朗的数字。你看啊，这里面有一个中国跟伊朗签的这个战略关系之后，你看交付量大幅的攀升。到了这里了，对，好，那后来又有一段比较沉寂之后，你看，川普对这个伊朗开始极限施压，它又开始增加，对不对？然后美国攻击核设施之后，你看又开始增加，对，所以等于是说怎样？你每一次伊朗出问题的时候，中国就开始大量的把它的很多东西交给你啦，对。那尤其是你看，目前为止，伊朗在全世界最有名的就是沙赫德的这个无人机嘛。那沙赫德的无人机的电子元件、引擎啊、导航设备，很多东西都是产自美国、欧洲还有日本。好，照我问你，那他到底从哪里获得这些东西？美国不是说你都不能够跟他做生意吗？那到底是从哪里来？很简单的说，就是中国帮他买，然后中国买完之后，他可能再送给你，或者是说中国会供给他一些所谓的中国自己做的惯性的这个感测器或者卫星传导的模组，因为你要连接的是中国的北斗卫星，所以你要用中国的东西嘛。所以你看，他等于是他帮你采购这些东西，采购到中国来，然后我把你送到伊朗去，然后你需要的这些惯性的这个感测线，还有这个所谓的卫星零件，我就给你。所以简单来说，你能够做那么多沙赫德的无人机，就是靠谁？靠中国，靠中国，特别是说，所以我这样一路听下来，我觉得最毛骨悚然一件事情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美国 care 是说你到底有没有用到美国的设备在上面。是，但是刚刚你石峰哥你讲的这一张图告诉我一件事情，所以美国早就都知道啊，你中国什么时候给？是，那他也知道你用了美国的设备在上面，当然，那就是美国设备肯定也藏了一些什么，所以我早就睁开眼睛，我早就在监控你了。对，也有可能是说，因为那也太可怕了，因为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搞不好你的设备里面都有我的东西，对，射出来的时候我都知道，这也有可能是这样哈。好，另外一个
因为它这些零件呢，怎么运呢？它都透过所谓中国和香港转运的一个状况。好，那刚才不是讲规避轴心吗？那规避轴心就是3个国家会一起合作。他还举了一个故事，他说俄罗斯在中国专家还有这个俄罗斯这个帮忙之下，开发了沙赫德无人机的改良版，叫做这个加尔皮亚3。那这个东西呢，也用在什么攻击乌克兰？对，所以你就知道他们3个公司是3个国家互相的帮助。对，那后来美国不是制裁了这个伊朗无人机吗？不行吗？你。不是美国就制裁了向伊朗提供无人机的中国的设备的公司吗？对，然后中国的一些传统公司都被你看，中国跟香港的纺织公司很多都被制裁，因为你只要跟中国做生意，你看有没有什么深圳智宇啦，香港的这个 DDC 啦，还有这个香港的这个 JP Orient 的等等这些6家公司都被制裁嘛，所以等于是说你看。美国早就知道，它是完全抓到。你到底跟哪些公司？你到底有哪一些空壳公司？是跟哪些子公司？是美国的情报网，美国的天罗地网。我跟他讲，这只是一部分嘛。当然，美国可能是先把比较重要的几咖抓出来，但是后续一定还有陆陆续续的制裁。好，那我就跟他讲，除了这个之外，除了送这个沙赫德相关需要的元件，还有相关的这个惯性系统之外，他还送了什么？我们前一阵子不是这个国际媒体都有报道吗？不是有2艘伊朗的货轮离开珠海，然后到这个中东去了嘛？那就有人就说他是载了这个过氯酸钠嘛，飞弹的推进器。对，过氯酸钠就是用来做飞弹的推进器嘛。那你看，这不是只有这一次。在2022年的时候，美军不是在阿曼湾也拦截了一艘渔船，渔船上面也有这个过氯酸钠。过氯酸钠就是用在做火箭推进器里面的一个固态燃料，非常重要的东西嘛。好，所以就说那为什么需要大量的这个所谓过氯酸钠？因为美国跟以色列不是摧毁了非常多这个伊朗的导弹中心吗？他们要重新做导弹的时候怎么办？就一定要有固态燃料的这个关键的零组件嘛。当你中国真的是用了钱用了人，连这个原料也全部都给了你，结果。你伊朗，你有没有去射飞弹？有啊，但射飞弹你去对美国，但是得到一个最残酷的下场是什么？是川普跟大家讲说，哦，你们对我林肯号的101发。我们全拦截了。对，这个川普，你看他其实在记者会讲得非常开心。他说啊，我跟你讲啊，没有错，伊朗是的确有打过我们的林肯号。他说101枚的发射的飞弹全部都被我们拦截了。他说他们向我们的航空母舰林肯号发射了100枚飞弹，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舰之一。他还说发射了101枚飞弹，每枚就被击中坠入海中，这很棒，对吧？真的很棒，我们的海军太棒，我军队太棒。所以他讲了这样子，赵尔，那这个的确。之前伊朗就有说过嘛，伊朗不是就说，哎呀，我们买了飞弹，我们准备要打你，对，我要炸你。对他们说，他们的伊朗的海军的这个卡德号锁定了这个林肯号发射飞弹，然后让它改变方向。他说，一旦这支舰队进入我方的飞弹系统里面来说，将会受到伊朗海军的强力打击啊。我们如果仔细去看，你记不记得？伊朗海军已经说过很多次，我们击毁林肯号很多次了嘛。对啊，中国媒体也报了很多次嘛。对，所以的确他们真的射过非常多次，只是说这101枚呢，到林肯号附近完全都不能用。不是，这样对中国来说那也太绝望了吧？当然，我帮你那么多，是我的人恐怕是生是死我也不太知道。我帮你冒了险，帮你运了这么多东西，结果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我脸丢大了。好，我们跟他讲，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你看林肯号这个伊朗要打这么多飞弹，我问你，你那飞弹里面来说，当然只有伊朗的飞弹吗？搞不好有俄罗斯的飞弹，搞不好有中国的飞弹。我就趁着这次，我跟你讲，这也是一次试验机会。我看我能不能真的打到这个所谓这个林肯号，搞不好中国会给他什么东风系列或者什么系列打看。这次就是真的打的机会，反正伊朗打的啊，又不是中国打，就没想到完全没有打到，所以我才说这一件事情，搞不好真的会让。俄罗斯、中国、伊朗都觉得非常绝望，甚至搞不好连北韩都说哇，真的怕别落来的一个状况。好，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这次可能让中国人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为什么？你看，事实上伊朗我们必须说，你看他有时候可以攻击一些船只，可以攻击到商船，可以攻击到，对不对？然后他就说，我向以色列海法哪些攻击，好像还蛮准确的。人家现在就有人怀疑说，因为什么？因为他用北斗卫星，对。也就是说，他用北斗卫星来说可能用这样来制导，来比较精准的打击，甚至用那样的方式来迷惑。有一个美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他们的公司叫 Sandbox 的公司，他的首席执行官希达里就出来讲话了。出来讲什么呢？他说呢。因为呢，伊朗正接受这个中国的这个北斗卫星系统，然后将使该地区的导弹袭击还有目标锁定更加精确。但是他最后就说，美国还有盟友最终会破解北斗信号，北斗信号会随时失效。对，所以简单就这样讲。就他这样一讲之后呢，中国马上就开始，你看
这个开始出来吐槽他，崩了。他说你这个美军的合作厂商 CEO 急眼进狂言，终将破解瘫痪北斗信号。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当然会破解，这个时间搞不好美军早就破解了，他故意出来放这样的话。好，那我为什么这样讲？他其实非常了解啊，因为他本身就是做这些相关的研究。好，然后他还说什么啊？他就说这个北斗，事实上你要了解哦，不是百度，因为北斗跟百度很像。等一下还能够分辨得出来，而且他还讲什么？他是讲中文。对啊，北斗、百度是 different 啊，就这样。所以你看，他其实对中国是蛮了解的。那我相信，因为以他其实以某些程度来说的话，他也是国防相关的这个供应链。对，好，简单来说，而且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他这边说什么会破解瘫痪北斗信号，有没有？你看到这个画面你就知道，当时不是有很多渔船对商船上面吗？他说什么？北斗没有讯号，是 GPS 也没有讯号。那时候我们还说什么？哦，可能是美国的电磁战非常强。对，但是什么？真相或许真的是北斗被破解了。当然，难怪伊朗被打那么惨。简单来说啦，因为你们这个中国的船只都用北斗，它不会用 GPS。对，而且 GPS 搞不好对你屏蔽，对你某些设备是屏蔽的。好，那我跟他讲，那他到底要做什么？这个 Sandbox 的公司呢？我跟他讲。很多人都知道说，我们在作战的时候可能就要用什么无人机要用 GPS， 对，像中国要用北斗去导航，对，你才知道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但是这个 Sandbox 的公司呢，他在做什么？他在做这个美国的地图。你未来只要透过这张地图就可以看到美国你现在所在位置是什么。那他用的是什么呢？照而他用的是地球磁场的这个所谓他们叫图谱。这个图谱来说，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位置，它的磁场的。这个颜色不一样，你可以用这样来分辨说你现在处在什么位置。对，简单来说就是我在地球磁场的什么地方这样一个状况，他就用这样，所以他用这样子来做另外一张新的图片。那这个图片来说有什么用呢？就是未来美军在战场上面，假设照尔，你看美军有非常多判断我位置的地方，我有 GPS， 我有太空讯号，我有卫星。然后如果真的没有的话，我还有这张图，这张图是我从地球的磁场。知道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对，跟敌人所在的位置，而且非常的准确，这个非常准确啊，就是这样。所以你看，美国用了层层的保险，那它整个未来的军方可以用的地图太厉害了吧？好，那这家公司来说的话，它其实它原本就是 Google 的员工，那所以它因为 Google 出来之后就开始执行。那现在 Google 的前执行官施密特不是还是美国 AI 非常重要的人物嘛？他还出任了董事长一职，对，所以等于说这家公司也是未来美国非常重要的 AI 的公司之一啊。而且这家 AI 公司到底是有多强？现在连辉达都投资他，没错，他这是看好他的。对，所以他等于是说，他其实是一个未来地图，它是这种所谓的这个地球磁场地图的一个这个开发商。好，那我讲，那好，他出来说北斗终将会失效，那我觉得他的讲法当然蛮精确的哈。另外一个部分来说，我们不是讲吗？中国这次是真的是卯足全力，你看。你要这个过滤酸钠，要飞弹，我给你。啊，你要做无人机，我也给你。啊，你被朗我马好利啊，中芯我去了啊，中芯半导体的人技术设备我都去了啊。好，那这几天的时候不是就传言？我们刚才开头不是讲吗？这个严宏他不是过世吗？他不幸过世，他才57岁。对，那怎么过世他也不讲。现在就有人怀疑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就怀疑说他恐怕是在伊朗。难怪刚刚的讣文里面都没有讲。前一阵子我们不是在节目上讲过吗？什么雷达专家吴曼青不见了，然后顶尖的核武专家赵宪根不见了，还有飞弹专家魏义颖啊，他们不是都不见了吗？都不见的时候，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就一回事，怎么一回事？搞不好他们就真的战亡在前线也不一定。另外还有什么？他们因为之前有传出什么这个，因为这个所谓美国跟以色列不是轰炸相关的这个伊朗的设施嘛？他说有3名的雷达专家。7名的大疆员工在伊朗被炸身亡，然后400名的技术人员被困在伊朗的一个碉堡里面。你刚刚讲这3个专家，他不见之后，连这种中国工程院士的名单也都下架。是，他说什么？我不要让其他人发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对，他在毁尸灭迹。不是，因为照理说啦，如果我们节目也常常在讲这些人忽然会消失，你都一定会有一个原因嘛。像这个杨伟，他可能过去就已经卷入非常多贪污腐败，这个我们 OK。问题这几个人为什么不见？没有任何理由啊。那这个过世也没人，你讲的都完全就有点怪怪啦。所以这就是一个诡异之处，就是不寻常的地方。好，那除了这个不寻常的地方来说，我们就讲中国现在怎么办？因为他就停在伊朗这边啊。所以他们这个媒体的，如果我们看台湾的有一些部分的媒体。就是这个在讲美军的比较好的，你会看到另外一边完全是截然不同。对，美军好像被打得很惨哎，对，所以他说很奇怪，中国就这样报道。你看是中国的媒体啊，
中国新闻周刊，你看他说什么？正在搜捕逃亡的美军对，中东地区内所有美军基地已被摧毁。对啊伊朗太强了。对，然后他说什么？该发言说，地区的国家赶快你提供线索哦，我们会这个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将美军逐出该地区，全部都不要在这个地区。好，你看，伊朗地区17个美军的基地被这个摧毁，然后美军现在已经死了500到800，然后有5000个人受伤。哇，讲的好像美军已经死了很多，美军的确有伤亡，但是绝对没有人数那么多。好，刚刚已经讲他赔了夫人又折兵，对现在唯一什么？我在舆论战，对。我可不能输，是我的面子比什么都还重要。简单来说啦，如果真的是我有武力的话，我就直接用武力诉诸嘛。那我为什么会讲打到最后来说就出一张嘴？因为除了嘴之外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才跟他讲，现在伊朗打到就是他们只能够做宣传战，只能够用 AI 影片来说，我们真的把美军摧毁。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这场战争其实事实上真的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只是说进入收尾阶段之后，现在丢出很多中国在帮助伊朗的事情，这个要做什么呢？当然是准备之后要算账用的。国正哥，我们刚刚讲到，中国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现在折更多的是什么？他们真的是把自己的航空业也砸了。你看到今天日经亚洲报了一新闻，他说，首份的航司年报处，它指的是中国的国航。竟然亏了18亿元，里面提到什么？中国国航出来喊冤呢？为什么我会亏呢？他说，第一个是因为你高铁盖太多了，第二个是因为你油价太高了，第三个他说是因为航线变少了。我心想，你还真敢讲，这3个不就是习近平的政策吗？没错，这就是一种高级黑的手段，而且这是中国的3大航空公司第一家公布它的财报，本来说今年还可以赚钱的，结果第一家公布了中国国航公布说它还亏18亿，同时他也暗暗的讽刺习近平，就是因为你的政策害我的，因为地缘政治非常的紧张。然后航线变少了，他不敢讲说事情都是你捅出来的，对，只敢讲说因为航线变少了，而且说油价涨，其实2025年油价根本没有涨，所以真正的理由是因为他是国航，所以他不敢去怪他的领导人，但是理由都讲出来了。那我说为什么航线变少了？其实最赚钱的航线就在这里，就是去年11月你搞的嘛，你要求中国3大航空公司都不准飞日本，对，但是日本航线其实是中国航空公司最赚钱的航线，你知道吗？一个礼拜哦，整个一个礼拜有1000个航班，而且航空公司赚钱的，你要看头等舱跟商务舱。那这个航线非常多的中国有钱人喜欢去日本，甚至移民去日本。我举3个人就知道了：阿里巴巴的马云，对，京东的刘强东，还有万科的王石，他们其实天天都没有时候真的被人家说他移民到日本，还有90万的中国有钱人也申请移民到日本嘛，所以这条航线非常的肥，它是最肥、最黄金、最赚钱的。结果你习近平说不准来往，斩掉，难怪会亏钱。所以他不敢讲的就是航线减少，还有钱人没去啊。光去年11月哦，我们就爆发的时候，不讲很激烈吗？哦，你现在总算知道他们有多惨了。我们呛瞎说不要飞了，结果光11月就有50万张机票被取消，这一赔几十亿人民币耶。所以接下来还有2家要公布财报，他们本来都预计今年要赚钱了，因为前3年其实没赚钱，是因为疫情。对，中国风控嘛，还不是习近平搞了，要讲小声一点。那现在好不容易走出来，25年走出来，要恢复正常了，结果国航是中国国航第一个公布了，还有东航跟南航，你们2个要公布，其实都跑不过去，因为日本航线亏损嘛，你没有财班嘛，你现在只剩500班左右，对，一个礼拜还有500班，你少一半，结果那一半跑去干嘛？你知道吗？飞2个地方塞国内线啊，不然就去飞哪里？你知道吗？是飞伊朗、中东这些国家，谁敢去啊？现在啊，更惨，所以。要么你就是回去竞争赔更多，要么你去飞那些中东危险的国家或中亚航班，没有含金量。我这里讲的特别重要，你没有钱人在做，航空公司是很难赚钱的。更重要的是商务客现在吓死人，你知道吗？台湾人应该都要赶快看这个新闻了，这个都跟你有关，因为很多人都要去香港转机。那3月23，他们通过国安法，现在要求你过境或是入境，他如果要求你手机交出来，把密码交出来，你必须要交给他哦。如果你没有交给他，你是可以判监1年，罚10万。真的假的？太离谱了。对，你说我去香港过海关的时候，过境也算哦。过境，他说哦，你是关键时刻的张兆和，手机拿出来，如果我没有把密码交出来哦。
还要把它给他密码，他要打开你的手里面很机。多我的秘密哎。好，你拒绝就惨了，你判监1年罚10万。那你会商超会比较聪明啊，我给他假密码、让他打不开啊，更严重。如果你是假密码，判3年，这是太可怕了。对。所以这会让很多商务客想到这个就很可怕，这是真的是国安法哦，拒绝向香港警方提供密码或解密哦，存取的资料哦，它代表你要解密，资料都给他，这是如果拒绝都是刑事犯罪哦，是直接关的哦，坐牢的。法律适合所谓在港人士、美国公民这些人抵达香港或经过香港过境的，都要。给他都可以要求你把手机交出来，然后美国就吓坏了，就通知美国公民了，这是第2级警戒，提高警戒。你过境香港的时候，因为国安法还修了一条，今天也是同样23号修的。如果你是国安罪，现在他这样当然这叫黎智英条款了，还要没收你的财产哦。对，所以检查手机、交出手机的密码是刑事罪。那如果你还犯国安，你可能财产要被充公，然后判刑判10年以上。不是这样，我们都知道，香港是吸引最多外资来的地方，各国商人都会过来这边做生意。但我今天我去那个地方，我手机我要被你检查，我的所有商业机密，我跟谁聊天，我跟谁讲了什么商业的一些更多的交易细节在里面，你全部都会看到。那如果我今天在香港落地生根，我觉得香港真的很棒啊！我开公司，你今天扣我一个帽子，说我国安法。我钱就被你拿走了，所以接下来可怕的就会搞死什么？很多有钱人，特别台湾人，我们有些人还是会到香港转机，因为有些航线确实，我这里不是在压低长荣跟中华航空啊，可是国泰航空是被称为全球前5大，它飞机有230架，华航跟长荣大概都一家大概8、90架而已，人家航点其实号称可以飞200个地方，那直接航线大概80个。是全球级的，那长荣跟华航叫做北美霸权或地区霸权，他们转机客非常的多。我们台湾有时候去非洲啊，你要去肯亚啊，不错的地方嘛，你其实还要去国泰转，或者是在北欧其他的国家，其实我们也没有飞，有时候还就要去香港转。对，那如果你要转机的，特别小心。那代表什么？我刚才讲了，航空公司赚谁的钱最多？有钱人跟商务客不敢转机了。你如果因为你航线马上，我哪敢去啊？不敢去，所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问题？中亚这些航线也减少了，油价在涨，所以国航现在，你要国航1年的燃料费是500亿人民币，2000多亿台币耶。他本来说2025年下降6%，好，现在战争一打下去了，可能上下5%是差25亿耶。你现在在涨的状况的话，涨个10%、20%。多增加是100亿人民币，所以会亏更惨。所以国泰航空现在怎样，你知道吗？国航是可能会亏更惨。国泰航空是直接加389到1560港元的附加费嘛，所以现在赶快订机票，因为机票可能会越来越贵，而且每2周实施1次，对，哇，这下更惨了，因为你挺伊朗，让油价越来越高，你自己搞死自己人，所以从头到尾都是你习近平害的嘛。对。好，接下来国泰航空是赚钱了，而且还给国航，因为国航是他的大股东，1年还赚34亿耶，完蛋了！你现在这些钱都可能会赚不到，因为谁敢去搭国泰航空到香港，很危险呐！问题来了，其他中国的子航空，像山东这种国内线航空也全部亏钱，所以国航这个也是会亏钱，所以香港汇丰银行的航运主管做财报出来，告诉你什么？现在，如果你要买中国3大国航，甚至国泰航空的公司，国航、南方航空，你在不管是香港跟上海的，全部赶快卖掉。如果是中国东方航空，一样赶快卖掉。所以，真的，中国好多产业都被习近平跟中国政府给搞垮了。田伟老师，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中国人真的是把脸丢到国外去了，而且是什么？中国的高官真的是带头去丢脸。你看到这个画面哦，这是中国航空的央企的董事长，是做航空器材的。结果呢，他们从法国要飞回北京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画面，其中一个人前一天喝太醉了，耽误了航班，全部人都等他一个人，然后就这样延迟了1个小时。那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们先要拿出来谈？我心想，为什么喝得这么夸张？不要忘了，中国现在在禁奢令、禁酒令，你在国内不能喝，你在国外就喝到这样乱七八糟的吗？对，其实中国的官场、中国的商人其实很爱喝酒哦。其实我个人也说，他喝到这样倒下来的，然后他基本上这个国企的这个老板带着员工到德国去谈生意。
结果呢，在德国，然后他们准备要转机法国，然后回到中国的时候，结果就被发现到的，在机场呢，他的员工竟然被喝得烂醉了，然后倒在这个登机口前面，他是完全没有力耶。整个瘫软的，对，等着他那边因为忙里啊，你知道吗？然后还要经过同事的这个搀扶了，才能够上飞机。但是呢，其实那个飞机上的人呢，飞机上的机组人员都一直在告诉他说，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你如果是喝醉上飞机的话，要么就发酒疯，要么可能就心脏的一些问题哦，可能在高空上面可能一些危险的事情。对，所以。经过那个老板哦，跟那个董事长啊，因为其实他是央企的呢，对，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它是属于官方的央企的那个董事长呢，叫任宇呢，就跟那个机组人员很大咖哎，对，然后董事长，然后又是所谓的党委书记哦，他就跟这个机组人员这边，因为毕竟是国航嘛，哈，就中国的自己的国家航空公司嘛，所以他就跟他沟通完之后就说，哎。回去来讲，回北京，我再请你吃饭，你知道吗？我再请你吃饭，对，靠人情的方式把这个人把他送上去。哎，你看他送上去哦，那机组人员呢，又把他用轮椅把他推上去之后呢，又把他，因为他这个不省人事了，然后就把他放到那个什么1A 的这个头等舱的这个位置上面。哎，坐头等舱，对，他喝的烂醉，被人家抬上去，然后可以坐头等舱。是啊，哪有那么爽的事情？然后你看这个人连肚子都搬到连肚子都露出来了哈。你看，所以人家讨论那件事情，也说中国到底是怎么了哈？因为最近来讲，中国其实有禁奢令哦。对，他们在国内哦，因为以往来讲，习近平是不喜欢大家喝酒。哦，然后他曾经有讲过，哎，你们大家喝得睡茫茫的，然后再去开会，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但是后来全面严加禁止开会的时候喝酒，然后甚至有很多场合基本上他不喝酒，所以就是说，为什么那么企业刚好抓住机会到国外去，国内不能喝，我到国外去可以喝吧？我喝烂醉啊，对，喝得烂醉啊，所以才会有这个现象哦。但你可以看到啊，其实哦，这个习近平因为在官场上面呢反腐整风哦，所以呢官员哦，你看在两会的时候就只能喝白开水，而且你看这到底多夸张。第一个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有水壶用了30几年的水壶，然后呢只能喝水。好，你喝水就算了，还只能用什么？用纸杯。对，哇，你倒太节省了。对，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迎合习近平的开心，习近平的高兴。我跟你讲一个小故事哦。其实习近平以前在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的时候，曾经有一次经过一家餐馆，然后呢，经过餐馆的时候，看到他的公安局局长在里面跟人家吃饭，然后呢跟人家喝酒。所以他们跑进去，东东跑进去之后呢，结果呢，所有的现场人就吓坏了，怎么习近平跑进来了这样子？然后呢，习近平就拿着桌上的那一罐红酒拿起来看一看，然后又放下来，然后指着他的公安局长说：“你这种酒，这瓶酒你喝不起，你知道吗？”出去之后，那个公安局长马上订飞机，隔天马上飞美国，把他盗跑了，你知道吗？所以因为什么呢？这么讨厌人家喝，因为这酒就跟所谓的贪污文化是挂在一起的，所以他不是讨厌人家喝酒，他是讨厌你喝的酒的种类跟喝的酒的品牌。你如果喝一般的去杂货店随便买一下，那个基本上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有些红酒基本上它是有年份的，那基本上是很贵的。对，到底你一个公安局长，你跟人家喝这个酒干什么？一定是有关说嘛。一定有很多事情在处理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他的喝酒文化是跟所谓什么，他的官场文化是挂在一起的。对，所以你知道，在中国来讲的话，常常有一些也难怪今天当中国要升官、要交朋友，都跟酒会有关系。你看到这边有什么类似顺口溜？领导干部不喝酒，一个朋友也没有；中层干部不喝酒，一点信息也没有；基层干部不喝酒，一点希望也没有；纪检干部不喝酒，一点线索也没有。是啊，因为你不喝酒的话，人家怎么跟你谈生意呢？所以这是中国的喝酒文化。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说你不能喝的话，什么都不能喝的话，你知道这上面还有一句话，能喝8两喝1斤，这样同志可放心；能喝1斤喝8两，这样同志要培养。能喝白酒，结果喝啤酒，这样同志要调走；如果能够喝啤酒、喝饮料，这样同志不能要。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一定要会喝酒，才能跟人家交朋友，才能够交换讯息。而且呢，他这里也有提到了，如果是喝酒的不叫苦的，这个人一定是在政府里面。对，啊，因为你政府官员一定要跟他喝酒。那但是呢，其实这个酒的事情来讲的话，除了我们讲说贵州茅台之外其实在中国的内部来讲，现在也发生剧烈的变化。因为你知道，以前中国在胡锦涛、胡温体制之后呢，他们其实很多人
赚了钱，就向海外去收购酒庄，你知道吗？现在法国的、澳洲的很多红酒的这个酒庄都被中国人收购，收购完之后就给它改名字，你知道吗？然后又把酒改名字，好，那个改名字就算了，但问题是什么？现在完蛋了，这些商人完全完蛋了。因为这些酒庄本来是什么？就是大家以为说，比如到波尔多去要买这个法国的波尔多的红酒的时候，结果买到的是中国人自己这个投资的、是制造的红酒。那现在因为中国它禁奢令嘛，对不对？所以红酒现在呢不能回到中国的时候，整个完蛋了，库存一大堆。所以现在来讲，在美国，在整个法国、在澳洲的很多酒庄呢，现在都被抛售了，很多都是被法国人再买回去，或是被澳洲人再买回去哦。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华尔街日报》有做一个这个完整的报道，他因为这个习近平的官场上去禁奢令，然后大家不能喝酒啊，因为这个红酒来讲，它可能也被视为是一种奢侈品的情况之下，所以呢，它的经济状况又不好，那整个这个红酒的产业链全部都被拖垮了，所以现在呢，从这个红酒的市场上面就可以看出整个中国的经济状况非常非常的不好，而这个基本上是不是习近平害的，其实跟中国的经济也有很大的关系。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